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之前我不是有发过一个影片说2142的外交吗？在今天凌晨的时候，虎哥就发了一个 DC 链接给我，点进去看，他的名字叫 Beef Beef 的意思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恩怨啦。然后这个网址是专门解释到底他们这一场 KVK 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从头到尾。因为我之前讲的影片呢，可能没有收集到完整的资料啊，这里的资料会比较整齐一点，所以今天的影片算是额外的补充吧。OK， 首先提到2142，他们建了一个 DC 群，各个阵营的外交跟代表都加入了 DC 群。2142就开始比较每个王国、每个联盟的战力跟击杀，目前还算是很正常，没有什么问题的。然后大家提出了4到5个方案，但是整个过程不到30分钟。下面是他们提出来的3个选项，原来有3个，我还以为只有2个而已。还有就是之前的列表有观众讲我写错，确实是写错了写错2142的战力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第一个选择都算是不错了，就是要把2010还有2142分开啊。但是你们也知道他们不可能会分开啊，在之前的影片有提到过了，他们原本就是打算要绑在一起。但是第一个选项不管是战力还是击杀都是非常接近的，这个算是最合适的选择，也是刚好把2个先锋给分开了，但是依然没有选择这个选项，他们反而选择了第2个，就是我上次影片有说到的2142、2010还有土真宁他们3个在一起。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战力差距是相差了200亿，虽然击杀是差不多，但是这个战力比较我觉得不太行啊，因为有其他的选择，像刚刚我跟你们讲的第一个选项，其实战力跟击杀就很接近，为什么偏偏就要选择第2个选项呢？那当然你们看过我之前影片的观众应该都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选择第2个啦，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。第3个选项就是击杀不平均，在这张地图里面击杀最高是2142跟1316，显然这2个击杀最高放在一起不是很平均。OK， 那么正常人看到这3个选项应该会选择哪一个？肯定是第1个嘛。那他们为什么选择第2个呢？你们记得我说过，全部说同意的玩家都是来自同一个结盟，包括2010、2142还有土真宁，这3个就是结盟的阵营。如果我是他们的话，我肯定也是会接受啊。哎呀，战力这么高，然后击杀又这么接近，是不是？2142的国王也是做了他的工作，并且在匹配之前呢，他已经联系了所有可能会加入 KVK 的人，开始讨论他认为将加入的 KVK 内容。在还没有开始讲这个东西之前呢，我要提一下，虽然我也是不想承认的，但是大多数的观众都觉得，其实在 KVK 开始之前，外交是正常的，也算是一个策略。虽然我不想承认，但是在 KVK 之前，外交确实是一个策略来的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原来他另外一张截图是写这样子的东西。他说2010是最糟糕的王国。哈，你不是跟他合作的吗？你讲他最糟糕，并且他还有说到他们所携带的 B 王国都不是很好，就是他们在同一个阵营里面的王国。并且他还提到他肯定会对抗2010啊！哇，他讲的东西跟做东西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们之间是最有可比性的王国，就是他们之间可以对打啦，或者是至少是不同的阵营，所以他们并不会结盟，这样子不公平。这个是他讲的啊，不关我的事啊。然后这里1316就回复到他这样子很好，那个 B 王国很硬啊，这个我不确定有没有翻译对了。有没有什么预先计划？对方说有，在匹配阶段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好结盟了。另外一张截图就是我之前有讲过的，他们有看到哪一些王国注册想要跟1316还有112去结盟，还有下面有提到之前我帮过960打365啊，但是下面有吐槽一句，豹哥不知道他是谁很酸的这句话。再说了预先结盟，现在回来讲他们外交的事情。在这个选项出现不久，对方2142的国王他又私底下去找火阵营还有土阵营，然后让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。火阵营就是2010，土阵营就是之前有提到的，原本跟他们合作，后来觉得比较吃亏，又跑去找1316那个王国。然后外交的事情你们也知道咯，全部同意第2个选项的都是在同一个联盟里面。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，他私底下去跟2010还有土真宁讲，这样子结盟会比较好啊，我们可以躺赢啊，所以他们全部都选择第2个选项。不过严格来讲，土真宁其实他们是想要正常外交的，而不是被威胁的情况下去跟他们结盟。在他们选择第2个选项之后，其他的阵营包括光阵营跟风阵营都反对了。但是讨论就戛然而止，其他的阵营并没有听取这2个阵营的意见。风和光阵营都认为说这样子分配不公平不正常，还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
其实在这个时候土正宁有说过想要考虑重新分配哦，所以土正宁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做东西的。接下来才是 drama 真正的展开哦，这个截图我没有看过的他们是有提议要语音聊天，但是我看到这里的名字好像全部都是同一个结盟啊，有土正宁、火正宁还有水正宁，全部都是结盟方。下面都是一堆废话，讲不方便啊，什么他的孩子在睡觉一大堆啊，所以我们直接跳到第2张截图。在他们聊过之后，就有说到风正宁跟光正宁他们考虑不打架，他们认为这样子分配不公平，还有讨论他们之间要怎样分配奖励啊，要根据 T4 T5 的击杀还有阵亡，就是看哪一方的贡献比较多，还有假设没有战斗的话他们要怎么做。这里说每个王国都想要打架，如果没有战斗的话奖励要怎么分配，需要进一步的讨论，用语音会比较方便一点，但是他们有时差12个小时的时差，所以不方便讨论，需要制定一个开会的时间。遗憾的是在他们讨论之后，这个原本计划中的语音讨论会呢是没有如常进行了。然而过了不久2728就被踢出了伺服器，这个2728就是土正宁了。接着土正宁就跟其他的阵营进行了讨论，并且建立了一个互相尊重的联盟。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说到奖励啊，或者是要谈任何的东西。虽然大家都不想要2打4，但是大家都不想要跟2142还有2010结盟。下面是提供的一些截图，我相信这个截图应该是由土正宁那边提供的。我看到这里的王国名字全部都是在同一个结盟，就是有包括2010、2142还有土正宁。第一句话就是要合理性，他们第2个选项是正确的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因为他有说到他里面有加入的一些战力计算是有包括农场联盟，事实上是有2个联盟不应该作为计算的。你在讲什么东西？你算到进来的话不是代表说你要打仗用的吗？下面还有人同意他，然后说击杀是成正比的，还有说到他们是有真正坐下来讨论啊，说到1316没有坐下来跟他们一起讨论。但是你们可以看到，其实土正宁的想法还是想要大家一起讨论，而不是他们单方面决定到底要怎样结盟。第2张截图就开始跟土正宁洗脑，要合理化他们自己的行为，觉得他们这样子结盟是没有问题的，如果是对方的话他们也会这样子结盟。但是土正宁还是反对，说到这不是他想要获得胜利的方法。接着就是名场面出现了，就是2142威胁对方，跟对方讲其实你现在是在优势方啊，你跟我们合作是稳赢了，就算没有土正宁他们会另外去找其他3个阵营。然后土正宁说他们这样子讲话很没有礼貌，并且还有问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2010跟2142是不是都会黏在一起。2010这里就有说到什么土正宁啊，你们是已经被对方洗脑了，然后对方讲什么东西你们都听取对方的意见，然后讲什么可怜对方啊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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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叫他换位思考，如果这个情况是对他们不利的话会变成怎样。最后土正宁就说到他们并不会跟2142结盟，然后现在他们就变成敌人了2142的嘴脸就跑出来了，2142就叫他们滚开，然后就说到现在他可以展现他的不尊重了。后来的故事你们也知道，就是土正宁被踢出他们的聊天群。最后总结，以上就是为什么他们从原本的分配方式变成4打2。就问大家，如果是变成这样的话，你们有什么想法？你们是选择种田呢，还是勇敢的面对这个情况？问这个问题的角度是在2142那边的，你们到底是想要种田而已呢，还是同意这样子的打法2打4？这个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啊，然后他有看到一大堆什么迷因之类的，但是他们会拿出证据来。至于到底谁的说法是正确的，就由你们自己去决定。那我这里也不讲这么多东西啦，这里就交由给各位观众去判断了。你们觉得这件事情呢，到底谁的问题最大？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